听到对方的回答，吴飞燕的心一下子沉得更深。陈志明和钟永博都在这家医院失踪，而陈志明的助理竟然死在了这家医院，这不用想也知道，一定是暗中有敌人所为。现在3个人只剩下1具尸体，另外2人仿若人间蒸发，这让吴飞燕心中极为忐忑。想到陈志明的助理是早晨被发现死亡，而陈志明和钟永博的定位是凌晨时分，天亮之前就已经在这里消失。吴飞燕推测，如果他们真的已经遇袭，那对方应该是先解决了陈志明和钟永博，然后又干掉了陈志明的助理。他不禁在心底问自己，对方为什么连陈志明那个被车撞了的助理都不放过？一个躺在病床上的病人，会给他带来什么威胁？难道那个助理见过他？想到这里，他立刻询问那名警察，有没有证据证明死者是被人谋杀？警察摇头道，目前推测是他杀，但暂时还没有找到直接证据。我们今天开始从曼哈顿医院的各个科室排查吗啡的使用情况，看看是否能够找到线索。吴飞燕质问道，大概需要多久？警察想了想，现在纽约警察相当一部分警力都在配合罗斯柴尔德家族寻找他们被盗的古董，所以这件案子的调查进度应该会比较慢，至少2-3个月吧。我个人估计2-3个月。吴飞燕恨得直咬牙，追问道，你们有没有掌握昨天到今早的监控录像？警察如实道，今早发现所有的监控录像都被破坏了。吴飞燕又问，那数据还能不能恢复？警察摇头道，恢复不了，对方的手段非常专业，所有储存设备都彻底损毁，专业人员经过评估过后，认定连一个字节都恢复不了。吴飞燕心中怒火冲天，他方才就已经用灵气查探了整个曼哈顿医院，察觉不到半分灵气的痕迹，这就证明对方早已经把现场处理得非常干净。现在连监控录像也都彻底损毁，无法恢复，这等于对方又从刑侦的角度把线索断了。他压住心中的紧张情绪，问那警察，那你们有没有掌握陈志明的动向？没有。那警察如实说道，我们用了很多方法尝试联系陈志明，但是都没有任何音讯，我们推测他已经失踪了。吴飞燕表情阴霾至极，她怎么也没想到，自己满心期待地抵达纽约，以为能够借机得到四方宝藏这件至宝，却没想到四方宝藏的消息还没找到分毫，自己的2员大将竟然同时失踪，而且还没留下任何线索。愤怒之余，他又追问道，陈志明是今天凌晨在这里失踪的，他是怎么离开医院的？难道你们也没掌握？没有。那警察如实道，所有监控录像都没了，要查出他的线索，只能靠刑侦专家一点点在现场搜寻，但是现场线索也都被破坏过，连一枚完整的脚印和指纹都提取不到，所以暂时还不知道他们是怎么离开的。作为霍华德·罗斯柴尔德的心腹，汉克虽然不会东方武道，但他却是一名非常专业的顶级特工，对处理各种痕迹线索极为在行。叶晨昨天让他留在这里收尾，就是要把这些线索全都清理得一干二净，让警察和吴飞燕一时半会都找不到任何突破点。吴飞燕也感觉到一股深深的无力感，他想到四方宝藏，便又问道，那个名叫周彼得的古董商，之前是不是被你们保护在这里？他现在去哪了？那警察道，周彼得昨天晚上被宣布无罪释放了，保护他的负责警察和 FBI 也连夜撤走，后来他就不知所踪了。吴飞燕眉头皱得更紧，心中腹诽，我2员大将失踪，那个古董商也失踪了，难道是那个神秘敌人也盯上了四方宝藏？对，一定是这样，神秘人与师尊关系很深，说不定也知道四方宝藏的来历和用途，莫非这件事被他先下手为强了？一想到这，吴飞燕心里便急得如热锅上的蚂蚁。钟永博和陈志民对他而言固然重要，但跟能影响天下社稷的四方宝藏比的话，完全不值一提。四方宝藏能影响当年大唐一国之社稷，若是他能得到宝藏，破清会的运势必将得到极大的助力，说不定能因此实力倍增。而对吴飞燕来说，更重要的是，如果破清会的运势一飞冲天，
他吴飞燕个人的运势也必将无人能及。他觉得自己在寻找长生之秘、寻找下一个500年阳寿钥匙的过程中，运气一直不太好。而破清会最近更是被一个隐藏在暗处的敌人屡屡重创，连吴飞燕也被折磨得寝食难安。这些事都显露出一个事实，那便是吴飞燕的运势已经开始急剧下滑。吴飞燕虽然实力很强，可她已经活了400年，她的命格就像一棵长了400年的参天大树，400道年轮不断加固，早已经强硬如铁，就连她自己也根本化解不了。就算是把赖清华那样的风水大师叫过来，面对这种叠加400年 buff 的超级命数，也根本没能力为他化解命数上的困境。所以吴飞燕觉得自己命数上的困境，恐怕只有四方宝幢这种国之重器才能化解。正因为如此，他这次来纽约早就已经下定决心，无论如何也要将四方宝幢拿到手，这一点绝对不容有失。也正是因为对四方宝幢志在必得，所以他才让陈志明和钟永博一起盯紧那个古董商。毕竟在他看来，那个古董商是目前找到四方宝幢的唯一线索，只要能撬开他的嘴，就一定能得到四方宝幢的下落。但现在四方宝幢下落不明，唯一知道线索的古董商也在几个小时前失踪，关于四方宝幢的线索一下子就完全断了。怒火冲天的吴飞燕见眼前的警察已经说不出什么有价值的线索，便看向另一名警察，冷声问道：关于我刚才问的几个问题，你有什么线索可以补充吗？那警察摇了摇头，道：我没什么可以补充的了。吴飞燕表情失望，声音冷酷地对两人说道：你们两个记住，不要对任何人提及遇到我的事情。如果你们这里有任何进展和线索，就到医院对面的星巴克找我。两名警察眼神依旧空洞，但表情却非常坚定地点了点头，恭敬道：记住了。吴飞燕没再理会两人，转身便走出了医院。吴天林等在医院门外，见吴飞燕这么快就出来，连忙上前低声问道：厅主，您怎么这么快便出来了？找到什么线索了吗？吴飞燕阴沉地摇了摇头，她现在感觉一切好像都无从下手，可是自己又不能就此放弃，于是她便冷声对吴天林吩咐道：你去通知左军都督府的吴永镇，让他调动左军都督府在美国的所有情报网络，不惜一切代价寻找陈志民、钟永博以及那个古董商的下落，谁要是能找到，我重重有赏。吴天林忙道：好的，英主，属下这就通知他。说罢，吴天林又问：英主，您看眼下是否需要属下安排一家酒店暂时落脚？吴飞燕摇摇头，指着路对面的星巴克说道：去那里，我要喝杯咖啡。吴天林连忙跟着吴飞燕一起穿过马路，来到星巴克的店里，找了个靠窗的位子坐下。随后，吴天林殷勤地为吴飞燕点了一杯冰美式，恭敬地端到吴飞燕的面前，然后道：英主，吴永镇那边已经开始行动了。好。吴飞燕点了点头，结果那杯咖啡，但是却没有喝，而是一直隔着窗户看着窗外的曼哈顿医院大楼。紧接着，他看到一名警察急匆匆地跑了出来，正是先前被自己问话的那一个。眼见对方朝着自己所在的星巴克跑来，他心里顿时一喜，暗忖莫非是已经找到了线索。想到这，吴飞燕心中默念法诀，稍稍释放些许灵气，整个星巴克里的所有客人都瞬间被他掌控，对他的一切熟视无睹，充耳不闻。很快，那名警察便跑到了星巴克内，见到吴飞燕，便连忙跑到他的面前，恭敬地说道：我们刚刚确认了一件事。吴飞燕冷声道：快说。那警察如实道：有病人反映，今天凌晨在医院上方听到过直升机的动静。吴飞燕皱了皱眉，莫非他们是坐直升机逃走了？想到这，他立刻对一旁的吴天林道：通知吴永镇，彻底查一下安家名下所有的直升飞机，看看今天凌晨哪一架到过曼哈顿医院。